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你看它破了洞，它不会扩散开的，是吧？这件喜欢。这边连衣裙是80。80。这是男的是女的？是男的吧？真的。他刚才讲话声音像哪里的呀？我叫菲菲，我是一位跨性别女性，也是一位跨性别公益人。我记得，当我的家人告诉我，我是一个男孩子，将来我长大了是一个男人，我现在和以后都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。就是我怎么就被人给安排了呢？在我20多岁之前是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自我认同是一个女孩，非常害怕，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负面，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人生的瑕疵。家人希望我像一个小男子汉，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女孩子，这个期待是相抵触的。我甚至想过说啊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就不用面对这个了。但是想，我要是死了，他们多难受啊！那我还是活着吧。网友们叫他大喜哥，但其实呢，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刘姐，毕竟他自我认同是一个女性嘛。刘姐。在看书啊，看书呢。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哎呦，你的猫。哎，你这刚才来都这么点点。嗯。哎呦，我寻养不活我寻思。嗯。哎，那你看人家慢慢这么大了。我母亲喜欢猫，小时候吧家养大白猫，哎可好了。我娘去世以后它也不见了。没有日嘛，就它跟和我两个相依为命，是不是？它就不会说话也是。最近还有人给你寄礼物吗？在一个阶段吧，少了。少了是吧？在阶段少了。啊。你看都送的，这个好不这不能说自卖自夸嘛。你喜欢这条裙子吗？喜欢。喜欢是吧？啊。可好看了这裙。我穿好像太短点了哈。这么大。别人寄给你的是吧？这是网上寄的，这也是。这是裙子。这也是。以前你的衣服都是自己剪的，是吧？以前都是剪的。啊。养不愧于天，俯不这啥？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上可以对得起天，下可以对得起地。你喜欢这件啊？真的。可以试，这个可以试衣服吗？可以试吗？没有试穿。这不是有试衣间吗？我套一下。直接这样子，我穿一下套进去就。不是我穿啊，不是我穿。特价的没有试穿。啊，这样。刘姐，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是一个女孩子啊？我9岁嘛。9岁啊？当时怎么想的？我节目看女孩打扮的时候，花招展把自己心里就炫目。哎，为什么我就不能？那个时候那个年代，总以为这个事是见不得人的事。首先家长反对，宗族他也不能允许你这种做。什么时候开始爆发呢？就是我婚姻失败，下岗以后。母亲去世，
说起我就不管不顾，我就穿上了。我想我有一天我会做一个女孩子和女人。这件啊，围这么多人围在这里，然后就过来看一下，太奇怪了。如果没有你们过来的话，我们就觉得有问题了。虽然他穿的很奇怪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选择嘛。美吗？美。够美。我觉得也是一场洗礼。站在一个这么有勇气的人的身边，有这么多人看着他，我以前没有试过。不是一般人能面对这么多人的眼光，不管是善意的也好，恶意的也好，就是那么多人看着，不容易。2%的人们带着一种心态，这种心态呢，就是好像是，就好像看一个，心外来客似的。那以后你还会去逛街吗？像今天这样子？逛。会啊。为什么不逛？只要有时间就逛，不怕。锻炼出来了。什么也有。自画像。哎，我自己画的。我觉得画还挺好，挺好的，看了是挺感动的。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元素抓得很到位，就是很莫名，很感动。在没变之前，我现在还是什么？我现在是四不像，是不是？没底气嘛。跻身于一群标准的姑娘当中，你说你是一个小丑，你还不能反驳。就是说你不化妆吧，你走不出门去。完了以后吧，人家看你不三不四的，完了以后你看胡子这一片是不是草地？小女孩有小女孩的她的天生资质在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她爹妈就给造那么个本事，造那个脸。我既然我喜欢，我怎么办？我不得把它改的严严实实的。这么多呢？全送了。再加上玩意呢，你看我都学不明白这东西。他认识我不认识他。我都没那么多啊！你呀，好幸福啊！你扎这个挺好的。我扎这个啊，不是，不行。挺好。哎，挺好的。哎，绝对没人配没还。是吗？哎呦喂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看我这我也没法活喽。啊！现在我对菲菲，一位由男人变成女性的人，她现在是成功了，彻底的成功了，彻底的成为一位女性。我的问题是，她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打扮一下自己呢？为了能够像一位女性一样生活，可以说我经历了很多，但不是为了有一个更合理的理由去化妆或者是穿裙子。我不需要一个口红的加持，或者是说我要穿一套连衣裙的加持，我才是更接近于女人。我不这么觉得，我穿什么我都是女人。你看，我是浓妆艳抹，她是素面朝天。那你觉得观众看到我们两个反差那么大，观众会怎么想？怎么想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好像说这两个不是一个人种。我们是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成长起来的，所以我们价值观肯定有很大的不同。我觉得刘姐在很大程度上，她是一种刻板观念的受害者，但与此同时呢，她也继承了一部分的刻板观念。但我不觉得这是刘姐的错。菲菲吧，反正给我也是一面镜子，这面镜子吧，那是我看清我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我看清我自己在想什么，不想什么，干什么不干什么，但是呢，这种伟大，首先，跨性别者他是性别规范的这么一群受害者，但其实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受到这种性别规范的这种约束。可能我们也在受到这种伤害，只是我们不自知。比如说，一位男性他在不断被要求阳刚、男性、
勇敢、坚强的同时，其实这不是他的真实选择。1、2、3，再来一张啊！我可以抱抱他。干什么电话？这也没得。对，我是觉得话，您敢站出来，我觉得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我小时候也是，就是在学校里面也是有被叫娘娘腔什么的。我觉得长大后就是那段时间，其实会有一种，到初中的时候变声了之后，你会觉得就是以前那种称呼，会觉得对你是一种伤害。我觉得对于性别观念的这种松动，非二元性别的这种包容，其实最大的受益者他不是跨性别者，他是所有人。其实很多跨性别者会说，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普通的男人，做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期待。但是其实就这一个普通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很难。我几乎用了2年的时间找一个过渡，我用女性的身份样貌去生活，但是和大部分女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拿的是一张男性的身份证。你的样貌是一位女性，你的身份证是男性。你不要说找工作，你不要说坐飞机坐火车，你连一把菜刀你都买不到。你是谁呀？你要怎么证明你是你呢？我大概就是在16、17岁看到了关于金星的报道，就觉得我找到最终的答案了。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自杀性武器，因为它不但破坏你的身体，会破坏到你的家庭关系，还会让你被周围的人指责的体无完肤，甚至你不得不背井离乡，你会失去你所有的一切。我在泰国前后看到好几位可以说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去做手术，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就是为了家庭，可能终于到老了才有机会去做自己。是要假装别人以为的那个我，还是要做真实的我呢？真的要牺牲自己去满足别人对我的这种设想吗？我说的牺牲就是说，你还活着，活得和别人期待的是一样的，但其实你已经死了，因为你活的不是你自己。给你买了一本，这个叫《孤独6讲》。哎呀，孤独，哎，我这孤独一辈子，我老孤独了，我讲孤独，我都讲了一本书了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孤独者对自己的存在自信而且自负，并不需要他人怜。